欢迎收看第1125期北京不静音啊！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件看起来不大，但是非常能够反映出中文公共圈病灶的事件我特地做了这样一张封面因为前2天网上都在疯传说高行健去世了。那高行健是谁？大多数人都知道华语世界非常重要的作家。也是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他的作品《Soul Mountain》就是灵山在中文文学史上有很特殊的位置。可是问题是呢，这条高行健去世的消息后来被证实是假的，也就是说呢，一个还活着的人在中文互联网上被大规模悼念了一次。那更讽刺的是在消息被确认为假之后，很多曾经转发悼念发讣告式文字的人呢，并没有公开更正，也没有道歉只是默默的删帖而已。这件事真正让我感到不舒服的地方呢，不只是说有人传了假消息因为假消息每天都有。真正荒谬的是呢，转发的时候很多人就像媒体一样，但是出错的时候呢，很多人又立刻变回路人。高行健去世的消息刚传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非常多的很庄重的表达比如说沉痛悼念文学巨匠陨落，一个时代的告别，中国著名流亡作家去世，华人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辞世再配上一张黑白照片或者一张悼念海报这个整个氛围就出来了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封面上右手边这个王志安发的这个但是这种氛围本身就会制造一种权威感大多数人看了之后就不会再去问了，消息源是哪里有没有家属声明，有没有法国媒体的报道有没有瑞典学院或者诺奖官方的消息，有没有高行健身边的可靠人士的确认。大多数人看到的就是不是一条需要核实的消息而是感觉到这是一个可以立即就参与进去的公共仪式很多人就开始转发很多人开始悼念，很多人开始写长文然后甚至很多人开始借题发挥，谈流亡谈文学谈极权谈中文世界这些话题当然随时都可以谈。问题在哪儿呢？是人没死。这里可怕的不是缺乏尊重，也不是说大多数人判断错了，因为人在这种资讯爆炸的时代都可能看错都可能轻信，也都可能被一个看起来很真实的消息骗到。真正可怕的是，当这条消息被证明是假的之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更正，不是道歉不是提醒自己的读者刚才那条消息不准确，而是删帖。删帖是什么呢？删帖不是负责任删帖只是清理自己的痕迹。你把帖子删了，你以为事情就不存在了，但看到你原帖的人未必会看到辟谣，被你影响的人未必知道自己被带偏了你的转发已经参与了假消息的扩散，你删掉的只是证据，不是影响。所以这件事真正值得批判的地方就在这里，就很多华人的这些公共人物，或者说很多中文公共圈的人吧特别不习惯道歉，就是他们会非常熟练的批判别人会非常熟练的站在道德高地上，会非常熟练的使用真相良知、责任、自由、尊严这些词但一旦轮到自己犯错了，就突然变得非常安静。其实道歉很难吗？一点都不难你只要发一条说，此前我转发高行健先生去世消息经确认为假消息本人未能核实及转发，向高先生家属以及读者致歉，就这么简单这不是什么屈辱不是跪下，不是认输，
这恰恰是一个有公共责任感的人最基本的修正能力。但是很多人就是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多华人的文化里啊，道歉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理解为是一种成熟的公共行为，它常常被误解为就是我道歉就是我输了我丢脸了，我被抓住把柄了，我的权威受损了，我以后还怎么批评别人呢？我还怎么自认是一个调查记者呢？所以很多人宁可装死也不道歉。这就是华语世界里非常糟糕的一种习惯就是犯错不可怕，承认错误才可怕。问题是一个人真正的可信度不是靠永远不犯错来建立的，没有人永远不犯错。真正的可信度是靠你犯错之后如何处理来建立的。你会不会更正呢？会不会道歉？会不会告诉读者这件事我错了，我之前没有核实，我不应该转发？这才是公共讨论里最基本的伦理。就如果一个人只在自己正确的时候谈责任，在自己错误的时候就删帖跑路了，那他所谓的公共立场其实是很廉价的，因为他要的不是责任，他只是摆一个姿态。所以这次高行健假死讯事件暴露出的这个问题就是华语世界非常容易把公共事件变成情绪消费一个名人去世本来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尤其是像高行健这样的人，他的生命、作品、流亡经历、文学位置，这都不是一句什么巨匠陨落就可以概括的。但是很多人对高行健其实他未必真的熟悉哪怕一些写长文去纪念他的人，他们未必读过灵山，也未必读过一个人的圣经未必理解他的戏剧包括高行健在文学、政治、语言、流亡身份之间的这种复杂的位置。但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华人作家、流亡、被禁在巴黎去世什么，这几个标签一起端出来，这整个悼念机器就可以立刻启动。这种悼念有的时候它不是在悼念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在消费一组符号就刚才我们说的流亡作家被集权迫害的知识分子、中文文学巨匠，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记忆，就是这一堆符号。但是这些符号都大于这个人，所以荒谬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因为只要符号足够动人，这个消息本身的真假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是我觉得非常可怕的地方。就一个人还活着，但他已经为了这个公共情绪死了一次。那更讽刺的是呢，很多平时特别喜欢批判中共造假批判官媒失实，批判中国人缺乏独立思考、公民意识的，就这些中文公共圈的这些人大 V 小 V 各种人，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做得更好。我说这话并不是说大家不能犯错，而是说如果你平时要求别人尊重真相，那你自己也得尊重真相如果你平时要求官媒更正自己的错误，那你自己发错消息的时候也应该更正对吧？如果你平时就是批判集权社会没有责任伦理，那你自己犯错之后就不能用一个偷偷删帖来假装清白吧？那否则你的批判不就是一种表演吗？你不是在追求真相，你只是享受自己站在真相这一边的那种优越感。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高行健没有去世，但中文公共圈的资讯责任感又死了一次。这话听起来有点狠是吧？但是我觉得挺准的。因为这件事儿里真正死掉的不是高行健，死掉的是很多人对于核实信息的这种耐心，死掉的是很多人对于更正的这个意识死掉的是很多人对道歉的一种尊重，对吧？
最重要的死掉的是公共讨论里最基本的责任感。就一个人转发消息前啊，没有核实，对吧？转发错了之后呢，也不道歉。发悼文的时候，哎呀，声情并茂的。但是被证明是假消息之后呢，就悄悄的就消失了。其实这是中文互联网很常见的一套流程。就我一直觉得华人社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太习惯保面子啊，不习惯负责任啊，这是两种文化。就是面子文化教你的是什么？不要出丑啊，但是责任伦理教你的是什么？就是你出错后一定要修正。面子文化教你呢，就是啊，能不承认就不承认，但是责任伦理会教你，越早承认，伤害越小。面子文化教你就是只要你道歉，你就低人一等了。但是责任伦理会教你，就是道歉啊，代表着你把对方当人，同时也把自己当人，而且是一个有承担的人。很多华人不是不会批判啊，恰恰相反很会批判，但是是双标的啊。他批判别人的标准不会用在自己身上，对吧？批判别人要求真相的时候，但自己出错了，说的是什么啊？你们要理解我。批判别人的时候说，哎，你们必须公开透明，但是自己出错的时候，就偷偷的啊把这个帖子删了，就沉默了。批判别人的时候说啊，必须追责啊，追究这个责任到底。结果自己出错的时候呢，就说哎，我也是被骗了。我觉得这不能叫公共精神啊，这些人的做法就是一种选择性正义。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死讯不是普通的消息，对吧？你今天说一个什么电影要上映了，一个游戏要发售了，结果说错了，是吧？或者说什么某个明星要参加什么活动啊，然后就这些信息你说错了，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啊，因为它伤害是有限的。可是当然也需要更正啊，但是死讯是完全不是一个层级的，因为死讯涉及一个活人的尊严。涉及他的家人、朋友、读者啊等等所有关心他的人，就你不能把一个人的死亡当成流量素材，不能把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啊当成你在那里啊抒情的一个背景板啊，更不能在确认是假消息之后一删了之。就因为你的转发不是一个普通的错误啊。你参与的是让一个活人在这个公共空间里被死亡，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啊，这件事儿给我们所有人的这个提醒啊，有这么几点。我觉得第一呢，以后看到重大死讯，尤其是名人的死讯啊，不要急着转，先找找原始来源，家属啊、机构啊、可靠的媒体身边的人有没有至少有一个扎实的信息来源。第二呢，不要被这些悼念海报啊和这种庄重的语气骗了，因为假消息之所以像真的，就是因为它显得很正式，是吧？第三呢，就是如果你转错了，不要只是删帖啊，能不能做一个公开的更正？最好是能和这个原帖呀有差不多的可见度，就是覆盖面、播放量啊来更正。第四就是道歉啊，不要觉得是丢脸的事情了，不道歉才丢脸。第五，公共讨论里啊，最重要的不是说你要保持永远正确，最重要的我们是要看一个人啊，不管是大 V 还是就是一个在中文公共圈里平时发言的一个人啊，任何人，你要不要 follow 他？啊，你要不要去相信他？你要看的不是说他，说的某一个观点符合不符合你的三观，啊，或者说他的这个某些政治立场啊、站队啊，是不是和你很相近？你要选择的是要看这个人他有没有修正错误的能力。所以最后我想说呢，就是，通过高行健这件事儿，我们看到很多人啊。多么容易的就被情绪推动啊，着急的就去参加这么一场公共悼念。那么多的人就喜欢使用宏大的词，然后呢，很多人一旦犯错啊，就不愿意承担
这个最基本的这种公共责任。所以这场假死讯确实让我们看到中文公共圈的这种资讯责任感又死了一次。当然了，我今天讲这些话呢，不是说我自己做的有多好他的这个假死讯我也转发了。我当时呢是看到李承鹏发的这个推文说高行健去世因为李承鹏发的这些信息呢，我还是比较信任的，所以我也没有核实我做的也很差，我也没有核实消息，我就转发了他这条推文，但我没有附任何文字，我就发了一个这个蜡烛的表情。后来呢，马上我就看到这个读道社，我先看到他的一个辟谣说这个高行健先生去世的消息是假的，然后呢，他还发了一些这个证据所以我一看，发错了，转发错了所以我第一时间也是删帖，我赶紧把我发的那个蜡烛给删了。删了之后呢，我就转发了他这条消息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对吧？然后他同时是艾特了两个人，一个贝岭，一个王志安因为这两个人发的高行健先生去世的消息可能比较早，然后观看量也比较大，他就马上艾特了这两个人，希望这两个人更正。但是我看到了贝岭我们看下面，贝岭说确实这是个假消息你看他就道歉了，在之前。但是王志安反正至少在我看到的信息里没有道歉，也没有更正，他就是默默的把那条推文给删了。那当然了，他的节目我不看他有没有在节目里去做道歉我也不知道。紧接着呢我又看到了这个盛雪女士的一个这个消息因为她之前发了一篇长文说高行健先生去世，但是呢她自己也发了这一个更正的消息，对吧？因为她核实完之后说这个消息不实，然后非常抱歉，你看她就道歉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他这条推文我也转发了所以我转发了2条吧，还是3条推文，就是关于高行健先生去世这是假消息的这个，来告诉 follow 我的人但是我觉得可能还不够我这几天又去思考这个事情，我觉得我是不是做的还不够，所以这就是今天这期节目的由来。我觉得呢，用这期节目来表示我的一个歉意没有好好去核实这个消息来源就转发了。其次呢，就是通过这个事情我们有一些更深的东西可以聊就是今天节目里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好那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感谢收看、订阅、分享。